What really determines housing prices may have very little to do with the number of homes. It may be the concentration of jobs, transportation, and public services instead. The 30-year mortgage is the standard choice. But the interest builds up. So here's the real question.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AI 起飞站，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期视频，我要带大家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内容类型 VOX 風格的信息可視化解說視頻。它不是固定的動畫模板，而是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而且是一種很有衝擊力的一件事情，用視頻的方式表達出來。如果你平時經常刷 YouTube， 應該會看到很多類似的視頻，通過動態地圖、文字動畫，再搭配旁白講解，把一個複雜的問題一步一步拆開，讓普通觀眾也能夠快速理解。這種視頻的最大的特點是什麼？它不是單純告訴你一個結果，而是會繼續追問為什麼會發生，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它未來可能會帶來什麼影響。這也是為什麼 VOX 的視頻能夠吸引大量觀眾。很多人第一次看到這種視頻的時候，會覺得這種內容是不是需要一個專業動畫團隊，是不是需要花幾天甚至幾個星期來製作。以前確實如此，但是現在隨着 AI 工具的發展，一個普通創作者也可以利用 AI 完成類似的信息可視化視頻。所以今天這期內容我會完整帶大家走一遍流程，從尋找視頻主題，利用 AI 生成腳本，拆解視頻分鏡，製作畫面提示詞，生成 AI 視頻素材，製作 AI 配音，最後把這些素材組合成一條完整的 VOX 風格解說視頻。如果你最近正在尋找 YouTube 內容方向，或者想嘗試做海外頻道，那麼這期視頻一定不要錯過。好了，我們直接開始。首先第一步，我們需要確定視頻主題，因為 VOX 類型的視頻最重要的不是畫面，而是選題。一個好的主題決定了觀眾會不會繼續看下去。這裡我使用的工具是 ChatGPT。好，打開 ChatGPT 之後，我們先讓 AI 幫我們尋找適合的 VOX 風格的視頻方向。在對話框裡面輸入提示詞，我想製作一條 VOX 風格的信息可視化解說視頻，請幫我推薦一些適合的熱門選題。好，我們發送給 GPT， 發送之後 AI 會根據這種內容形式幫我們整理大量適合的視頻主題。比如 AI 越來越強，為什麼普通人反而越來越焦慮？城市一直在建房，為什麼年輕人還是買不起？為什麼工資漲了，我們卻感覺更窮了？為什麼短視頻越來越短，我們卻花了更多的時間？這些主題都有一個共同特點，普通人感興趣，同時背後又存在很多值得解釋的信息。這裡我選擇一個案例。我們選擇這個城市蓋了這麼多房，為什麼房價還是這麼高？好，確定好了主題之後，我們進行下一步，讓 AI 幫我們生成完整視頻腳本。然後我們在對話框裡面輸入城市蓋了那麼多房，為什麼房價還是這麼高？圍繞這個主題，幫我製作一份 VOX 風格的解說腳本。好，這裡大家需要注意，如果你想做海外 YouTube， 我建議盡量製作英文內容，因為英文市場用戶更多，廣告收益通常也會更高。好，接下來我們在對話框裡面再輸入我們的視頻製作時長是多少，目標觀眾是誰。好，這邊我們寫上製作5分鐘左右的視頻，面向普通大眾用戶。
好，填寫完成之後 ，AI 就會開始生成完整腳本。如果你使用的是免費版本，可能無法使用部分高級模型，需要升級會員的話，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官方訂閱方式。需要升級大家可以點擊我視頻下方的描述欄，點擊更多裡面有一個銀河錄像局的鏈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有GPT 的升級服務如果你使用的是 GPT 最新模型，它的长內容生成方面表現會更好，可以幫助我們寫出更加完整的故事結構。生成完成之後，我們不要直接拿去製作，最好先完整閱讀一遍，檢查邏輯是否合理，故事有沒有吸引力，有沒有需要補充的數據。因為 AI負責提高效率，但是最終內容質量還是需要我們自己把控。腳本完成以後，下一步就是把它拆成多個視頻鏡頭。因為 AI 視頻生成通常只能生成幾秒到十幾秒的小片段，所以我們需要把完整腳本拆分成多個場景。這邊我們繼續在對話框裡面告訴 AI。在对话框裡面輸入，請把這份腳本拆分成多個 VOX 風格短鏡頭，每個鏡頭控制在10秒左右，並提供畫面描述和對應的旁白。如果你有2-3張參考圖片，我們直接可以上傳給 ChatGPT 然後寫上這樣的提示：請為第一個鏡頭生成一段詳細的 AI 提示詞。AI 視頻提示詞整體風格參考我提供的圖片，並清楚描述畫面構圖、鏡頭運動、動畫元素、配色以及可視化風格。這個有圖片的提示沒有圖片，我們就直接用這樣的一個提示：請為第一個鏡頭生成一段詳細的 AI 視頻提示詞，製作一個約10秒的新聞解釋型動畫視頻片段。整體風格參照 VOX 畫面，要有強烈信息可視化記錄氣質視覺風格採用扁平化2維圖形加衛星地圖質感加信息圖動畫的結合方式，整體畫面高級克制、專業，具有媒體報告感，並清楚描述畫面構圖、鏡頭運動、畫面動畫描述、配色以及信息可視化風格。我們用這樣的一個提示。如果有圖片，盡量參考圖片。AI 看到參考圖以後，它會分析整個視頻的視覺語言，例如畫面是不是偏扁平化，文字是如何出現的，圖標、地圖、時間線、數據圖表是如何組成的，背景顏色、字體、動畫節奏是什麼樣的。這樣生成出來的提示詞會比單純輸入一句 VOX 風格準確得多。這裡大家可以看到 AI 生成出來的視頻提示詞它裡面有這一個鏡頭運動、畫面細節、動畫元素全部都描述出來了。如果你覺得太長，也可以告訴他，讓他幫你生成一個簡化版本。無論你使用哪個 AI 視頻平台，都可以直接拿去使用。接下來到了我們真正開始生成視頻的時候。這邊我們用到的工具是這個 Google Flow。這裡呢，它每天會贈送50個積分給大家使用。50個積分差不多可以生成5條視頻。如果你有幾個賬號，你可以這個賬號用完了，可以換一個賬號來生成視頻。這邊我們先把這個智能代理模式先給它關閉一下進入設置頁面。這個用你的谷歌賬號就可以登錄進來。登錄進來之後，我們先要點擊新建項目。這邊中間的位置它有一個新建項目。點進去。我們再把這個智能體模式給它關閉一下。點擊設置一下頁面。這邊尺寸選擇16:9。選擇視頻。選擇16:9。視頻的時長我們選擇個6秒。這個根據你的自己的視頻來選擇這個時長。6秒它的點數也只需要10個點數。
好，模型的選擇，我們選擇第一個模型。好，設置好了之後，我們就開始生成視頻內容。好，這邊我是一個10秒的鏡頭啊，我們這邊把它改一下，改成個10秒。好，視頻的制作推薦大家用這個提示詞使用英文啊，不是因為英文一定更厲害，而是目前很多 AI 視頻模型對英文的理解會更加的準確，生成穩定性也會更高啊，所以我們可以先讓 ChatGPT 幫我們翻譯成英文，再複製過來。好，我們複製好這段英文提示啊，粘貼到對話框。好，如果你做的時長比較長的話，我們先做一個6秒的來測試一下它的這個畫面啊，先確定畫面風格是否正確啊，再繼續往下制作。好，如果我們第一次制作的話，建議大家先生成6秒或者8秒，先確定畫面風格正確，然後再繼續往下制作。好，生成完成之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一個效果。如果你想要有文字，我們也可以把解說文字加入到提示詞裡面。我們看一下這一個出來的效果。無論在哪座城市，新的樓盤幾乎從未停止建設。好，如果只是制作普通解說視頻，這樣的效果其實已經不錯了。可以看到整個畫面已經有了信息可視化視頻的感覺。動態圖標、文字說明、數據元素都已經自動組合完成。當然，如果你想獲得更高質量的畫面，我更推薦大家使用 OpenArch。鏈接呢，我已經放在視頻下方描述欄。好，這個 AI 工具它最大的優勢就是支持非常多的視頻模型，不同模型適合不同類型的視頻。進入首頁之後，我們可以選擇視頻啊，我們選擇視頻。找到文本轉視頻，好，點進來，好，輸入我們的提示，選擇好模型，好，這裡面的模型挺多，好，這裡的模型大概有30種左右，好，模型選好之後，好，這邊把這個尺寸還有視頻的時長，好，選好，然後點擊生成。如果畫面已經達到了你的預期，我們可以直接點擊右上角的下載。如果覺得某些地方還需要調整，也不用重新寫提示詞，直接使用 AI 編輯功能。好，點擊修改視頻，我們可以直接在這邊修改內容啊，比如說需要修改什麼元素啊，替換元素內容，或者背景新增或者刪除內容。好，在這邊對話框裡面給它描述一下就好了。我們直接使用 AI 編輯功能，例如把背景顏色改成深藍色，增加更多動態圖表，減少畫面中的文字，讓畫面節奏更快一點。這些都可以直接告訴 AI， 它會重新幫你優化。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每次重新生成都會再次消耗積分，所以建議大家一次性把需求描述完整。其實制作這樣的視頻還有一個省錢的小技巧，並不是每一個鏡頭都一定要生成 AI 視頻啊，例如人物介紹、產品展示、歷史照片、地圖、統計圖，這些內容完全可以使用 AI 圖片或者真實素材代替。好，最後再通過剪輯把圖片做成一些縮放、移動或者簡單動畫，同樣能夠達到不錯的視覺效果。這樣不僅能節省積分，也能提高整個視頻制作效果。另外 VOX本身的視頻也不是所有鏡頭都是動畫，它同樣會穿插大量真實新聞畫面、紀錄片素材以及歷史照片，所以 AI 視頻和真實素材結合反而更符合這種視頻風格。接下來我們再來說一下配音。雖然部分 AI 視頻平台能夠自動生成聲音，但是整體效果和專業 AI 配音相比還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我們可以把旁白單獨生成，我們可以讓 GPT 把所有的旁白生成出來，這樣 AI 就會輸出一份非常乾淨的配音文案。如果制作英文頻道然後再讓它翻譯成英文即可然後把這份文案複製到
Elavnavs 配音平台，选择一个适合纪录片或者解说類型的人聲然後我們再試聽一下，效果滿意，直接生成語音。整個過程也只需要幾分鐘，而且現在的 AI 聲音已經非常接近真人，幾乎聽不出來是 AI 配音。Do we really face a shortage of housing resources? 最後一步就是進入到剪映，把所有的素材按照腳本順序拖進來，根據旁白節奏調整鏡頭長短，加入背景音樂，適當添加字幕。必要的時候再補充一些轉場或者放大縮小動畫，這樣一來，一條完整的 VOX 風格信息可視化視頻就完成了。最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點自己的經驗，很多朋友做 YouTube 堅持不到1個月就放棄了，原因不是內容不好，而是太着急看到結果。其實 YouTube 更像是一場長期積累，與其一天發3條然後停1個月，不如每周穩定更新1到2條，持續3個月、半年甚至更久，讓系統知道你是一個持續創作的頻道。只要內容持續優化，播放量通常都會越來越穩定。當頻道開始有了流量以後，你的收入來源也會越來越豐富。所以真正重要的不只是做第1條視頻，而是持續不斷的輸出高質量內容。希望今天這期視頻能夠幫助大家真正學會如何利用 AI 製作 VOX 風格的信息可視化視頻。如果覺得本期內容對你有幫助，別忘了點讚訂閱我的頻道。本期視頻提到的所有工具鏈接我都會放在視頻簡介和評論置頂。好了，今天的視頻就講到這裡，我們下一期再見。